大家好，我是 Somi， 今天来帮大家拆解一下全新食人辖境效度苦行舟。这次的副本跟以往比起来，非常考验玩家的团队分工，有很多机制都是需要提前分配好走位路线。第一阶段的 BOSS 跟以往也不太一样，是一场2个形态的战斗。我们需要先面对月食迷一舟，顺利解决后，还要跟迷一舟组队去面对沙漠力王。玩家需要保护迷一舟血量不见底，同时还要处理沙漠力王的机制，才能顺利破盾攻击到他的真身。而第二阶段的缺口袋把戏团是属于双 BOSS 的战斗，我们需要同时面对地面 BOSS 庆青青以及天空 BOSS 诸葛哈的双重攻势。这个阶段比较麻烦的地方在于，除了一样很吃团队分工 ，BOSS 的招式也几乎都是大范围的伤害技能。只要机制没跑好，一不小心吃到太多伤害，就很容易造成团灭。这次副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后段 BOSS 应对方式比较多变，所以我会尽量把机制详细拆解，让大家能根据自己的队伍状况去选择实战时要打哪一种路线。那我们直接从第一阶段月食迷一舟的机制开始讲起。战斗开始后，我们必须先破坏场上的8根柱子，消除迷一舟身上的减伤状态。这里可以使用消银千让，边打边往前推进。到达迷一舟脚下，大家一定要优先攻击他的右前脚，因为这里每隔一段时间受到最高伤害的部位会触发机制煞焰燃根，迷一舟的脚会直接起火燃烧，在火焰范围内的玩家会持续扣血，并且攻击该部位会受到反击伤害。机制触发后，我们马上转往攻击他的右后脚。第二时间攻击这里主要是为了应对下一个机制。攻击一段时间后，右后脚也会触发煞焰燃根，导致起火。同时 ，BOSS 会出下一个招式沙漠魔卫，出现后他会待在原地疯狂攻击地板，持续对全场造成范围伤害。同时，怪物身上会有一个无敌护盾，需要依靠下一个机制杀极怒放来成功破除。这招 BOSS 会指定2名玩家头上出现红标，读条结束后会直接在玩家脚下连续生成出7个荆棘。玩家需要在读条结束时，从刚刚迷一舟右后脚的着火区域，依靠荆棘把火焰传递到沙漠魔卫身上来破除护盾。这时候全体玩家优先把沙漠魔卫击杀，再去攻击迷一舟。这个阶段基本上沙漠魔卫能处理起来，就能顺利过关。最稳定的解决方法是被杀极怒放指定的2名玩家，一位从沙漠魔卫的方向往着火区域前进，另一位玩家则是从着火区域往沙漠魔卫的方向前进。这样子传递火焰是成功率最高的办法。这里第2次沙漠魔卫被召唤时会出现在左侧而不是右侧，不过如果是伤害比较高的队伍，这里是可以硬扛沙漠魔卫攻击，完全不理机制，跟他拼速度，赶快把 BOSS 血条清空，进入下一个阶段，但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团灭风险。迷一舟处理完后会进入这只 BOSS 的第2形态，这时候我们会跟迷一舟组队对抗沙漠力王。开场后，沙漠力王身上的护盾是无敌的，需要依靠后续机制解除护盾。一进入第2形态的一瞬间，就是团队分工的开始，因为我们要确保迷一舟的血量不能归零，否则会直接任务失败，触发团灭。这里就要先讲到第一个机制破魔起舟。BOSS 会在场上召唤多名守卫保护月亮，我们需要在迷一舟血量归零前击败场上3个区域的守卫，并且快速收集3个月亮。收集完毕后，迷一舟会使用光波攻击，让沙漠力王护盾消除，变回原形。同时，这招也会把迷一舟的血量直接补满。破魔起舟这个机制一开始要注意，我们除了要分散队员去攻击场上保护月亮的小怪，同时也要第一时间派一组人员快速赶到迷一舟的甲板。机制出发后，上面会出现许多小怪在攻击迷一舟，如果不优先清掉迷一舟，除了会被沙漠力王攻击扣血，还会被这些小怪消耗不少血量。同时，这一组上甲板的队员清完小怪后，马上会遇到下一个机制煞焰。这时候空中会出现一只会喷火的羽图鸟，我们需要派1名队员前往塔楼的顶部，只用弩箭把羽图鸟射下来，避免迷一舟失血过多导致团灭。这里有时候射击路线会被迷一舟的模组挡住，但我们瞄准时不用管它，可以直接穿透过去。沙焰处理完后会出现机制沙啸，这招会突然出现沙尘暴，造成全场伤害，玩家必须跑到塔楼的顶部或是跑到迷一舟的甲板才能躲避这次的攻击。不过实测时发现，我们其实可以一直狂按卸式把伤害完全卸掉。等这波机制结束后，配合队友收集完月亮，触发光波攻击，沙漠力王就会变回原形。这时候就是玩家疯狂输出的时机，因为经过一段时间后，沙漠力王会使用吞天之沙再次变大。这招其实就跟前面的破魔起舟是同样的机制，我们又要重新收集3个月亮，让迷一舟启动光波攻击。这里一开始被分配在甲板的队员就赶紧前往甲板，收集月亮打守卫的队员就赶快去打守卫，重复上述的机制，直到把沙漠力王的血量完全清空，就能成功通过第1阶段的关卡。接着我们马上来看第2阶段 BOSS 缺口袋把戏团的机制拆解。这只王是属于双 BOSS 机制，我们主要处理掉庆青青就能获得胜利。
首先会遇到的机制是幸运观众 ，BOSS 会随机指定一名玩家把它变成一颗球，我们需要在读条结束前把它摧毁，解救里面的队友。这边承伤的玩家可以故意把 BOSS 拉到球旁边，让队友可以打球又能打 BOSS。这里球只要一出现，一定要优先处理，否则读条结束后还没摧毁会触发全场大范围伤害。把队友救出来之后，接着会遇到的机制是跳火圈。BOSS 会召唤出5个火圈，如果成功跳过去拿到中间金色的光圈，可以获得20秒的10%增伤。但这火圈的伤害其实不低，虽然撞到一个不至于被秒杀，但也是非常痛。如果不想冒任何风险，可以直接绕开。接下来会遇到的这4个机制非常重要，算是有一定的关联性。我们会先遇到落地深针 ，BOSS 会指定3名玩家脚下出现金圈，金圈读条结束后会直接炸开，造成一定的伤害。同时场上会留下速到往上的气流，这是我们要用来化解下一个机制所用。所以这里被指定的玩家尽量散开，但也不要离彼此太远，以免后续机制不好处理。落地深针释放完 ，BOSS 通常会接上弹弹弹这个技能。BOSS 会为自己套上护盾，并且随机指定一名玩家头上出现红标，脚下出现金圈。这时候，这名玩家要赶紧跑到刚刚场上留下的气流位置，引导 BOSS 一直撞到气流来破除他的护盾。护盾破除后，马上会遇到下一个机制——烟雾升腾。这里刚刚场上留下的气流会转化为云朵飘在空中，让玩家可以利用云朵跳到空中攻击 BOSS 朱可哈。这边要注意分配一下上去的人数，因为朱可哈上面的烟雾平台最多只能容纳5名队友。所以我们要把队伍分一半队员上去处理，并且负责承伤的玩家不要上去，留在地面拉住庆青青的仇恨。成功击败朱可哈后，就可以短暂停止叠加烟雾缭绕。这里需要先解释一下这个机制 ，BOSS 血条旁边的进度条叠满之后，朱可哈会释放技能整个大火，会造成全场大范围伤害，并且会依据烟雾缭绕的层数来决定威力，所以层数越高，伤害也就越高。而就在这群队友上去处理朱可哈的同时 ，BOSS 即将释放技能风来。场上会突然出现一道龙卷风，龙卷风会吸收我们刚刚踩踏上去的云朵，只要吸收的云朵越多，它的伤害也会越高。等到风来读条结束后，甚至会造成接近团灭的高额伤害。所以我们在前面处理朱可哈的队友上去后，需要另外派1个人把剩下的烟雾云朵消除掉。只要跳到云朵上，快速按下蹲下按键5次就能成功消除，借此来避免龙卷风吸收过多云朵而造成团灭的状况。同时，这边也有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就是烟雾升腾出现后不派人上去打朱可哈，我们只派人把烟雾云朵消除掉，避免后续风来龙卷风增强，完全不管烟雾缭绕这个机制，疯狂输出庆青青。如果右上方读条已满触发整个大火，全体玩家依靠补尸大补、无相金身跟减伤技能硬扛。从头到尾都不管朱可哈，这个方法相较前者会比较吃玩家的角色机体，有一定的团灭风险，不一定适用每一个队伍，但整体的复杂度跟前者相比简单许多。最后要特别提醒一下，游戏后半段的机制变化。当 BOSS 朱可哈释放过整个大火之后，庆青青会进入下一个模式，他的手会变大。这时候一开始提到的幸运观众变球机制也会有所改变。释放初期一样是指定一名玩家变成1颗球，但技能释放到一半时 ，BOSS 会把球踢飞，同时再丢出2颗假球。这里只要前面我们有照步骤，第一时间集火，基本上不太可能认错球，因为假球会是满血的状态，非常容易辨别。但这里要特别注意，成功把队友救出来之后，要记得其他2颗假球时间一到，一样会同时触发范围伤害。这时候我们就在真球这个位置打就好，不要再把 BOSS 拉回中间了。而且这时候 BOSS 会接着释放技能落地深针，大家在输出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要避免全部的范围伤害都叠在一起，真不行就直接开一个无相金身来避免团灭。所以这次的副本除了要搞懂机制，更考验整个团队的默契跟分组行动。像是第一阶段的沙漠力王，我们就必须兵分多路，一边收集月亮，一边保护迷一周。而第二阶段的缺口袋把戏团，虽然 BOSS 的连招节奏非常快，大约1分钟之内就会把4大重点机制全部丢完，加上很多招式都是大范围伤害，一不小心叠加上去就很容易造成团灭。不过大家只要在进副本前优先规划好要用什么路线跟打法，实战时只要大家各司其职，就能大幅提升整个团队的过关几率。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我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帮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是 Somi，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